你好，我是你的拥有课老师 Jason。在上一个课时，我们讲解了 NGX 本身的基础配置特性及优化，相信你对 NGX 的优化有一定的了解。那如果你作为网站类的技术工程师，并且呢把 NGX 作为代理入口的 HTTP 网关，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考虑更有效的优化方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到缓存的优化。那这个课时我们就来讲解缓存优化配置的具体内容。用到缓存优化，主要期望提高网站的访问效率，减少服务端的性能使用。那我将缓存配置优化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部分，分别是对浏览器缓存优化、代理缓存优化、HTTPS SSL 缓存优化、KV 服务的缓存优化。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个问题：客户端如何更直观地看到大部分缓存，也就是浏览器缓存、代理缓存、SSL 缓存，它们的一个优化效果呢？这里推荐你使用 Chrome 浏览器中的开发者工具。那么我们打开浏览器，并且呢再点击视图开发者工具。那我们可以在 URL 地址栏中，我输入了 3w.jasonc.com。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Network 标签栏中呢会出现对应的一些访问名称和路径。然后我们点击某个路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 headers 中看到访问这个路径响应的头信息内容。那我们刚刚用浏览器打开 3w.jasonc 这个网站，表示浏览器发送了一次 HTTP 请求。我们能看到服务端会返回给客户端的代码经过渲染后的一个效果。如果我们点击右键查看源代码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网站返回的 body 它的代码内容。除了 body 之外，一个完整的 HTTP 响应，服务端返回给客户端的还有一部分就是 response headers， 表示服务端返回给客户端的头信息内容。如上带你体会的是一次 HTTP 请求和响应的过程。本课程中，我们想判断服务端有没有做缓存，缓存的时间是多长，这些内容都可以在头信息中通过服务端来展示给客户端。我们可以在 response headers 查看对应的这个头信息，如 expels 这个头信息控制着在什么时间点生成的缓存元素，而 catch controller 这个头信息呢，则表示负责保存这个元素会有多长的一个周期。那这一部分内容总结如下：用 Chrome 开发者工具，让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一次页面打开的效果，了解它的请求是什么，这里就是说的请求头。那服务端返回了什么，包括了 body 及返回的头信息。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来详细查看数据，并对一个页面的缓存情况进行分析，对于开发和运维同学而言是必要掌握的。接下来我们讲解缓存优化配置，基于缓存元素存放的位置，再对我们需要讲解的缓存做一个分类。如果缓存元素在客户端，那么主要有浏览器缓存和 HTTPS 缓存。你可别认为缓存文件是在客户端，这两部分缓存的效果都可以通过 NGX 这种代理服务来进行设置，并做主要的优化。另外一个种类呢是代理缓存，也就是说代理文件存放在代理服务的节点中。那 NGX 作为反向代理服务的时候，可以支持代理缓存的设置。那最后一个种类呢，是将缓存文件放入后台服务中。通常呢，后台服务是通过程序逻辑来实现。例如，我们可以将一部分数据来通过此方式进行缓存。比如，我们将用户在网站中最常查看的数据，如登录状态、连接数等，缓存到 Memory Cache Redis 这种 KV 数据库中。避免呢直接去请求关系型数据库或其他服务，因为这种效率更高，所以呢就可以降低后端的延迟，也减少对于数据库的依赖程度，从而呢提高整个网站的性能。如果我们只考虑缓存优化的维度，那我有以下3点经验可以分享给你。缓存越靠前越好，通常情况下整个网站的元素内容越靠前越好，也就是说能放在客户端就尽量放在客户端，而不要放在后端服务去频繁请求。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缓存的数据当然是越多越好，也就是说能在本层缓存的数据越多，那就越可以减少对于后端的这种服务请求。那第3点呢，就是缓存的命中率越高越好。如果设置了很多缓存，但命中率不高，同样还是会造成穿透到后端去访问。那此时还需要考虑将缓存的命中率设置得更高。这个时候我们去观察指标，就会发现缓存的效果呢就会越好。通常而言，一个网站如果做到了缓存优化，可以比没做缓存的性能提高几倍以上。
那刚刚介绍了缓存的分类，接下来我们再来结合 NGIX 具体来了解一下如何进行缓存的设置。那首先我们需要来讲解的就是浏览器缓存。浏览器缓存通常是缓存到客户端，如客户端的浏览器、APP 等，这就是浏览器缓存。对于浏览器这部分缓存数据，我们通常可以把静态元素，比如说用户请求的图片、CSS、JS 等等元素放到客户端。这种缓存可以通过 NGIX 中的 exprs 这个配置项来进行设置。exprs 后面加具体的时间，我们可以加入对应特定意义的数值，比如说-1表示永久缓存，那 max 呢，则是设置它最大的一个默认周期，通常是10年，那默认是10年。那我们需要做具体时间的设置呢，我们可以写入具体的时间周期，比如说1个小时，或者说1天。那第二个缓存设置方式需要对 HTTPS 访问进行缓存优化，因为当前我们很多网站开启了 HTTPS， 那当开启了 HTTPS 后，客户端访问服务端打开一次浏览器，通常访问 HTTPS 的方式会比 HTTP 请求握手增加了很多次，从而延迟也增加了。这时我们就需要考虑 HTTPS 是否有更好的优化方案来减少客户端和服务端的请求。如图所示是一个 HTTPS 的请求过程，实际在进行 HTTPS 请求之前需要进行 TCP 的3次握手，而这里我只描述了 HTTPS 的建联过程。那我们会看到客户端发送 Hello 报文给服务端，服务端呢发送证书，服务端进行加密，服务端进行加密验证。这个时候开始进行服务端和客户端的传输。我们会看到整个 HTTPS 建联增加了部分证书加密的协商。那多次的连接对于用户和服务端而言，性能和延迟都会增加很多，并且我们这里假设一种场景，如果每一次浏览器跟服务端在断开连接以后，又要重新建立一次整体的连接，这样的损耗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考虑优化的。为了减少客户端和服务端在断开连接又重连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 NGIX 中配置 SSL Session Cache 来发挥作用。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配置的原理。当浏览器跟服务端建立起第一次加密证书验证绘画后，服务端会给客户端浏览器缓存一个 Session Key。如果客户端跟服务端再次断开连接，这个时候浏览器就可以拿这个 Session Key 直接跟服务端进行交互。那这样的话就只需要进行一次校验，就可以开始数据的传输。我们看到有了 Session Key 这种方式以后，就可以避免浏览器跟服务端频繁的进行 HTTP 绘画的建联。通过在 NGIX 中添加 SSL Session Cache 的配置中分配了 NGIX 在处理 SSL 绘画所需要开辟的共享内存空间，我这里设置的值为10兆。那第二个参数就是设置 SSL Session Key 超时的时间，这里设置的为10分钟，也就是每隔10分钟需要重新再进行一次建联。这个是一个在服务端的超时时间。好了，上面就是讲解的对于 SSL 在绘画进行的缓存优化示例。第三个就是打开文件缓存。打开文件缓存设置在 NGIX 端，通常而言我们会把一些静态元素在代理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设置。这里 NGIX 端缓存的是静态元素的元数据，那么把元数据缓存到 NGIX 端有什么好处？那元数据的作用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用户所请求的静态元素的文件路径等信息。那如果在本地频繁的查找之前请求过的静态元素，而没有进行这种元数据的缓存，效率会比较低。而如果把一部分索引数据缓存到 NGIX Cache 下，这种频繁的访问方式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效率上的提升。我们来看 Open File Cache 具体的配置策略。Max 表示最大能够缓存的文件个数， Inactive 表示最小的用户使用次数。我们结合来看一下，这里表示在20秒内最少需要使用2次，如果没有使用就会把元数据删掉，也就是淘汰元数据的一个策略。那 Open File Cache Valid 这个是设置的主动更新和检查的时间，表示每隔30秒检查缓存文件的原信息有没有对应的更新，如果有更新就需要做对应的更新，它是一个更新的策略。最后一个内容就是代理缓存优化了。代理缓存比较常见，比如说代理访问 PHP 后台服务并做缓存，也可以代理 Java 服务缓存 Java 后台返回的数据。这里不局限于通过 HTTP Proxy 来做代理缓存，只要 NGIX 支持的代理模式，如 UWSGI、SGI 都可以设置代理缓存。那你可以来看一下通过 HTTP Proxy 来设置的如下示例。
Proxy Cache Path 表示在本地分配哪个路径来存储并且缓存后台返回的数据。Cache Levels 表示存放这部分文件缓存的分层方式。那 MacCache 等于10兆及 MacSize 等于10G， 分别表示开辟了一个名为 MacCache 的共享块，即缓存单个文件的最大大小。代理缓存的特性是什么呢？首先，通过 Nginx 做代理可以支持实现动静分离，那静态元素直接交给 Nginx 处理，再把后端动态的数据呢适当的做缓存。那通过这种代理加缓存的架构，是能有效的提高整个网站的访问并发性能。对于课程中我们提到的服务端缓存的优化，大多呢是交给开发人员来做，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不来讲解非 Nginx 缓存配置的优化讲解了。对于缓存的整体使用，之前说的缓存越多越好，越靠前越好，命中率越高越好，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综合考虑，并且需要注意使用缓存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文件信息的更新策略。那当后端文件做了缓存配置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缓存的删除策略、更新策略，怎么保证后端的数据更新对于前端的用户能够及时感知。第二个问题就是缓存命中率失败以后给后端造成的瞬间压力。我们知道前端的缓存元素越多，命中率越高，对于后台的压力就越小。但一旦前端的缓存失效，或者某一个节点迁移，或者因为一部分的前端投信息失效，造成后端的瞬间压力，就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你在网站设计的时候，也需要考虑怎么去避免这种缓存失效的问题。一旦缓存失效，你怎么保证后台的服务高可用而不受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多节点缓存的一致性。那你在做缓存设计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那假设前端有多个节点保存着同样的一部分内容数据，怎么保证这些数据能够达到一致性？这个时候也涉及到缓存架构的设计、前端缓存节点的更新策略，这些也是你需要在使用缓存时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好了，对于 Nginx 的整体缓存优化，本课时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个课时我将讲解 Nginx 的负载均衡应用架构及常见问题。谢谢大家。